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事？看到朋友晒炒股赚了2个月工资，你心里痒痒的，赶紧跟着买，结果刚一进场就撞上跌停，辛苦钱立马没了。你把10万块存银行，1年利息3000块，可超市的猪肉从20块涨到30块，感觉钱在不知不觉中变忙了。再或者听同事说买基金能暴富，你跟风买了爆款，结果1年亏掉 20%， 连本金都快保不住了。那《漫步华尔街》这本书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它不是什么一夜暴富的秘籍，里面没有藏着股票代码，也没教你如何抓涨停。相反，它用40年市场验证的铁律告诉你，普通人就算不懂 K 线，不盯财报，甚至不用天天看盘，也能避开 90% 的投资坑，让自己的钱慢慢变多。这本书的作者伯顿·马尔基尔是的双面专家，他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又在华尔街当过投资银行家和保险公司投资负责人。这种学界和实战的双重背景，没有复杂的公式推导，句句都是大实话。比如他算过一笔账，如果在1969年你投1万块进标普500指数基金，这笔钱会变成73万，但同期那些被吹上天的明星基金，最多只能让你变成50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专业人士的那些骚操作，反而常常把自己给坑了。交了手续费追热点，结果踩雷，为了赚佣金推荐垃圾股。而我们普通人，只要躺平买指数基金，就能跑赢大多数专家。更扎心的是，这本书还戳破了我们对钱的几个误区。2013年100块能买50斤大米，到了2023年就只能买30斤了。10年就能让你的财富缩水30%。你以为投资需要很多钱？马尔基尔说，就算每月只存500块，30年后也能攒下50万。这笔钱说不定不够给孩子付首付了。你以为专业人士更靠谱？数据显示 60% 的基金经理每年都跑不赢大盘。这就像你请了个健身教练，结果他自己还胖了20斤一样，是不是很讽刺？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把复杂的投资讲成了生活常识。比如他用17世纪荷兰人炒郁金香的故事，告诉你为什么之后跌成了洋葱价。这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房地产崩盘简直如出一辙。他用蒙眼猴子掷飞镖选股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短期股价根本无法预测。专家猜涨跌的准确率跟你抛硬币差不多。他还用生命周期投资法告诉你，30岁该多买股票，60岁该多存债券。就像年轻人穿运动鞋，老年人穿布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月光族、职场新人，还是退休大业，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怕风险，他教你买指数基金加定投，不用动脑子也能抗通胀。如果你踩过坑，为什么会亏，避免再犯追涨杀跌的错。如果你想规划未来，他帮你算清每月存多少，60岁能退休，比社保计算器还靠谱。接下来，我们就从最根本的问题聊起。股票到底值多少钱？为什么历史上的投机狂潮总会重复？你就会明白，那些让你亏损的坑，其实早就刻在人性里了。首先得弄明白一个核心问题，股票的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几百年来，投资界一直存在2种对立的观点，就像武林中的剑宗和气宗，各自信奉着不同的武功秘籍。而历史上一次次的疯狂投机泡沫，恰恰就是这2种理论碰撞的产物。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叫做坚实基础理论。股票值多少钱是能算出来的。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内在价值。任何资产都有一个客观合理的真实价格，就像一栋房子的价值取决于租金、地段、建材成本，
股票的价值则取决于公司未来能赚多少钱。提出这个理论的约翰·威廉姆斯在1938年写了本投资价值理论，里面还给出了一个公式，简单来说，就是大公司未来每年分给股东的钱，按照一定的利率折算到现在，然后加起来，比如一只股票明年能分10块，后年分11块，利率是 5%， 那它现在就约等于19块。这种算法听起来很靠谱。股神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就是这一派的忠实信徒，他主张买便宜货，当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时候买入，高于的时候卖出。但问题来了，未来的股利谁能算得准？一家公司今年赚1亿，明年可能亏5亿，增长率、利率这些都是猜的，就像算一栋房子的价值，要是未来租金涨多少，能租多少年都说不准，那算出来的内在价值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叫做空中楼阁理论。他认为股价涨不涨就看大家信不信。这种更接地气的理论认为，股票价格根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炒出来的。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是那个提出挖坑再填坑能刺激经济的牛人。凯恩斯说，炒股就像报纸上的选美比赛，裁判给你100张美女照片，正面的参赛者不会选自己觉得最美的，而是猜别人会觉得哪6张最美。股票也一样，你觉得它值100块没用，关键是别人愿不愿意花150块买你的。这种搏杀理论的极致就是，只要后面有更傻的人接盘，哪怕现在价格再离谱，你也能赚钱。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公司明明亏损，股价却能暴涨。比如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大家相信它未来会赚大钱，就愿意为这个故事买单。但故事总有讲不下去的一天，就像肥皂泡，吹得越大，破得越惨。马尔基尔在书里抛出了一个更颠覆的观点，短期股价是随机的，根本预测不了。他打了的比方，就像一个醉汉走路，下一步是向左还是向右，跟之前的步伐没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任何消息，无论是公司盈利、政策变化，甚至高管绯闻，都会瞬间反映在股价里。比如某公司突然宣布研发出新药，股价会立刻飙升。等你看到新闻再想买的时候，早就涨完了。所以无论是判还是算财报的基本面派，都很难持续猜中短期的涨跌。这并不是说股价完全没有规律，长期来看，股价还是会围绕公司的盈利增长波动，就像醉汉最终会朝着家的方向走。但短期里大众情绪、资金流动，甚至天气都可能影响股价，就像醉汉会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一样。那历史上的投机泡沫就是说的极端表现。从17世纪的郁金香到21世纪的房地产，人类总是在重复同样的疯狂。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东西不值那么多钱，却总是相信这次不一样。先来看荷兰的郁金香热潮，但它是冷静务实的商人社会，却因为郁金香球茎陷入疯狂。李太时，稀有品种的球茎价格慢慢上涨，就像现在的限量款球鞋。但到了1636年，连最普通的球茎都被炒到了天价。一只名叫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球茎，能换12头牛、4头猪、2垛黄油、1000磅奶酪，加上1张床和1套衣服。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工匠30年的收入。你只要花 20% 的钱就能预定球茎，等涨价后再卖给别人。就像你花2万块预定了一套10万块的房子，如果涨到20万，你转手就能赚8万。可当有人突然开始抛售，泡沫瞬间破裂。到了1637年，球茎价格跌回了洋葱价，无数人倾家荡产。这就是典型的空中楼阁崩塌。大家买球茎，不是因为它能开花，而是相信会有下一个人出更高的价。
马尔基尔说，这和后来的股市泡沫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个标的物。再看英国的南海泡沫，1720年的英国，南海公司上演了一场更精致的骗局。这家公司声称拿到了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股价从100英镑涨到1000英镑，连科学家牛顿都忍不住买了。最后亏得他感叹，我能算准天体运行，却算不准人类的疯狂。这个骗局的关键在于讲故事加内幕。公司高管一边吹嘘南美金矿的牛皮，一元满收了好处帮着站台，甚至国王都买了，普通百姓能不跟风呢？更荒唐的是，当时还出现了一堆泡沫公司，比如从千里炼银的，还有永动机研发的。其中一家公司的招股书上只写着从事一项极具优势的事业，但无人知道是什么，居然也被抢疯了。当真相暴露，南海公司根本没做成一笔南美生意，股价暴跌 90%， 无数家庭破产。英国议会后来出台了泡沫法案，禁止公司发行股票，这一禁就是100多年。然后到了20世纪，新瓶装旧酒，历史总在重复，只是换了身衣服。1960年代的电子热，哪怕是卖鞋带的，股价都能翻倍。有家叫太空音色的公司，其实是上门推销唱片的，改名后股价从2美元涨到14美元。1980年代的生物技术泡沫，基因技术公司 IPO 当天股价涨2倍。分析师说市盈率没用，看研发管线，特波数公司连产品都没做出来，最后股价跌掉 75%。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当时纳斯达克指数一年涨 100%， 歇后跌掉 88%， 上万亿美元市值蒸发。而在中国，也出现了一场由触网概念引爆的全民狂欢。当美国纳斯达克指数飙升至5048点时，中国 A 股市场的互联网概念股也上演了荒诞剧。一家卖罐头的传统企业，仅仅因为触网概念，2个月暴涨 300%。一家游戏品牌33天超15个涨停，最终却因为财务造假而停牌。这些泡沫的共同点是，大家追捧的不是盈利，而是概念。就像郁金香的稀有，南海公司的垄断权，互联网公司的眼球术，本质都是给空中楼阁找借口。最后是2008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2000年代初，美国银行便没收入、没工作、没资产的人都敢放贷，银行他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抵押贷款证券，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评级机构还给这些垃圾贷款打了3B级。当房价停止上涨，借款人开始违约，整个链条瞬间崩塌，雷曼兄弟破产。这一次，连最该理性的银行和评级机构都成了薄匣的一环。他们以为总会有人接盘，却忘了自己就是最后那个傻瓜。回顾这些疯狂，你会发现一个规律，所有泡沫都是从理性开始，最终以恐慌结束。一开始确实有些合理因素，比如郁金香确实稀有，互联网确实能改变世界，房子确实能抗通胀。但当大众情绪入场，理性就被抛到脑后了。对普通人来说，记住这3点能避开 90% 的坑。第一，别相信这次不一样。历史上每一次泡沫都有人说新经济、新技术、新模式，但人性从未改变。如果一家公司光讲故事不赚钱，股价再涨也别碰，就像没地基的楼迟早要塌。第三，不懂的东西别买，无论是郁金香、互联网股票，还是复杂的金融产品，看不懂就远离，你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这些历史和理论告诉我们，股票价值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人性的博弈。那些号称专业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其实也逃不过这些规律。他们用的技术分析，在疯狂的市场面前常常失效。这就是为什么
马尔基尔说，普通人与其跟风专家，不如相信买指数，少折腾的简单逻辑。在华尔街，专业人士总被包装成掌握财富密码的精英。西装革履的分析师盯着屏幕画，陪线基金经理在电视上侃侃而谈选股秘籍。但马尔基尔用几十年的数据证明了一个扎心的事实：这些专业人士的业绩谈得不如一只躺着不动的指数基金。他们到底错在哪了？他们的核心信仰是股价走势有规律。过去的 T 线图能预测未来，它能画头肩顶、三角形，算支撑位、阻力位，号称能抓住涨跌信号。但真相是，这更像又放大镜找规律的自我欺骗。首先，技术分析的底层逻辑根本站不住脚。技术派有个前提，趋势会延续，涨的还会涨，跌的还会跌。但股市的本质是心虚动，任何新闻，比如盈利超预期、突发政策，都会瞬间反映在股价里。过去的走势根本带不动未来，就像天气预报，昨天晴天不代表今天不会下雨。马尔基尔做过一个经典实验，让学生用泡硬币模拟股价，正面涨反面跌，画出的走势图和真实股市几乎一模一样。明面也有头肩顶突破阻力位，这说明股市的规律可能只是随机波动的幻觉。其次，那些看似厉害的技术方法其实都是坑。就说过滤系统吧，比如股价从 B 点涨 5% 就买入，回测显示扣除手续费后，收益还不如买入持有。说股价突破前期高点就是买入信号，但市场经常假突破。比如某天股价涨过高点，跟风的人全被套了。还有量价分析，认为价升量增代表上涨有利，但数据显示成交量和未来股价没什么关系。就像超市，人多不代表商品更好。你们有人会问，技术分析师为何能生存呢？因为他们会事后解释，如果股价涨了，他们说早就画出来了突破信号；如果跌了，就说这是空头陷阱。这就像算命先生跟你说你今年有灾，如果没灾就说是我帮你化解了一样。马尔基尔讽刺道，技术分析的精准全靠嘴硬。再说基本面分析师，现市盈率、探毛利率调研公司工厂，套仓能找到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但问题是，而且分析师还常常被利益绑架。第一，预测未来这件事，分析的盈利受经济周期、竞争、政策等无数因素影响，就像预测明年今天的气温一样难。哈佛研究发现，分析师对公司1年盈利的预测误差，但5年期的预测更是离谱。比如2000年他们说思科每年能增长 25%， 结果后来业绩跌了 90%。 分析师喜欢追涨杀跌，某公司盈利超预期，他们立刻上调目标价，一旦不及预期，就像球迷，球队赢了就喊冠军，输了就骂垃圾，毫无独立性可言。第二，利益冲突，分析师很可能只是个推销员。华尔街的潜规则是，分析师的工资和投行生意挂钩。如果一家券商想帮某公司发新股，分析师就得吹捧这家公司的股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美林分析师亨利·布罗杰特在邮件里把某出网络股是垃圾，赶头坐在报告里推荐买入。这种吃人家嘴软的模式，当分析师报告成了广告。研究显示，分析师给的评级比非承销股票 30%， 而这些股票的后续表现往往更差。B3，基本面分析的致命伤是，市场比你更聪明。就算分析师算出某只股票值100块，现在只卖80块，因为市场可能早就知道这个信息。股价低估可能是有隐性风险，比如公司有未曝光的债务，就像你觉得这瓶酒卖太便宜，可能没发现它早就过期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主动型基金多数都跑不赢指数。普通人总觉得花高价请基金经理，业绩肯定会更好，但数据不会说谎。过去20年 60% 以上的主动型基金都跑不赢标普500指数，而且业绩越好的基金，未来反而越可能翻车。首先是高费用，主动基金到收管理费，通常是 1% 到 2%， 加上交易佣金、税费，这些加起来每年能吞噬 3% 的收益。而指数基金的费用只有 0.5%， 比如2只基金每年都赚 10%， 主动基金扣完费用只剩 9.5%。 30年后，你用10万元购买主动型基金会变成86万，而购买被动型的指数基金会变成152万，这差距可能都差出一套房来了。其次是频繁交易，基金经理为了证明自己有用，喜欢频繁买卖股票，换手率经常超过 100%， 也就是说一年把持仓换了一遍。但研究显示，换手率越高，收益越低。就像你频繁搬家，不仅要花手续费，还可能错过长期上涨的股票。比3年新基金只是昙花一现，每年都有基金业绩排第一，但第2年还能保持前 50% 的，不到 10%， 就像抛硬币，明年未必还能猜对。2000年的科技基金冠军，后来因为周仓互联网股票跌了 80%。2008年的债券基金明星，2009年就因为误判市场爬到了倒数第4。第4，规模是业绩的敌人。基金赚了钱就会有更多人申购，规模变大后，经理很难再找到被低估的股票，买太多还会推高股价。比如彼得林奇的麦哲伦基金，规模从2000万美元涨到140亿美元后，业绩就一如能灵活捕鱼，变成航母后就只能在近海打转了。那么这些专业人士到底输在哪儿了呢？作者说，不是他们能力差，而是游戏规则不公平。其实很多分析师和基金经理都很聪明，学历光鲜，但他们输在了结构性劣势。一方面市场太有效了，任何信息都被快速消化，想捡漏比中彩票还难。然后是激励机制错位，基金经理靠规模赚管理费，所以宁愿跟风买热门股，也不愿冒风险创新。还有就是人性难克服，他们也会追涨杀跌，过度自信，就像普通人一样。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就没人能赢吗？马尔基尔说，有，但不是靠打败市场，而是靠理解市场。学术界的新理论，比如如何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如何用贝塔值衡量风险与收益，恰恰能帮我们避开专业人士的坑。下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新投资技术如何让普通人也能掌握财富的主动权。专业人士的频频失手，而是市场本身太过狡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普通人就只能束手无策。学术界近几十年发展出的新投资技术，就像给普通人量身打造的防身武器，不用懂复杂的公式，只要掌握核心逻辑，就能避开投资中的大坑，甚至跑赢那些专业选手。先说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1. 分散投资的魔力在于，它可以在不牺牲收益的前提下，有效降低风险。1950年代，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提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同时购买不同类型的资产能够在不降低收益的前提下减少风险。比如你同时买了股票和债券，股市暴跌时，债券往往会上涨，能对冲一部分损失。股市上涨时，股票的高收益又能带动整体组合。举个例子，1929年大萧条时，美股跌了 80%， 但国债却涨了 10%。2008年金融危机，美股跌了 37%， 黄金涨了 5%。
如果你一半钱买股票，损失会比全部买股票少一半。这就是多样化的力量，它不能消除所有风险，比如经济危机时所有资产都跌，但能大幅降低单一资产暴跌的冲击。第二，如何分散才有效？答案是跨行业、跨国家、跨资产。跨行业是指别只买科技股，要搭配消费、医疗等抗跌行业。比如2022年科技股跌了 30%， 但能源股却涨了 50%， 搭配起来就能平衡损失。跨国家，比如美国股市跌时，像2000年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巴西股市反而涨了 140%。 跨资产，比如股票高收益高风险，搭配债券稳收益，再加黄金抗通胀，就像进攻加防守加保险的组合。马尔基尔三国，一个包含全球股票，占其年化收益和全买股票差不多，但波动却少了一半。对普通人来说，睡得香比赚得多更重要。再说风险与收益，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GM 提出了贝塔值的概念，贝塔值等于1，表示股超波动和市场同步。比如大盘涨 10%， 它也涨 10%， 贝塔值大于1表示波动比市场大。比如贝塔等于2，大盘涨 10%， 它涨 20%， 它跌 20%。贝塔值小于1，表示波动比市场小。比如公用事业股，贝塔通常在 0.5 左右，理论上贝塔值越高，收益也该越高。高贝塔股票的收益反而比低贝塔股票低。原因很简单，风险不止波动这一种，它有公司破产、政策变动等隐藏的雷，贝塔值是测不出来的。经济学家哈曼和弗伦奇发现，除了市场整体，还有2个因素影响收益。一个是规模，小公司股票长期收益比大公司高，但波动也大。另一个是价值，低市盈率、低市净率的价值股收益比高估值的成长股高。这给普通人的启示是，不用追热点，买小市值加低估值的股票组合，比如通过相关的指数基金，长期可能跑赢大盘。但要注意，而是承担特定风险换取收益。我们需要承受的是，小公司可能倒闭，价值股可能一直被低估。然后我们来说说行为金融学。专业人士会犯错，普通人更会被情绪带偏。行为金融学就像投资心理医生，帮你避开自己挖的坑。普通人最容易犯的3个错，第一是过度自信，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频繁交易。研究显示，交易越频繁的人，就像打牌，总觉得自己能赢，结果输得更多。第二是损失厌恶，跌了不舍得卖，涨了赶紧抛。比如股票跌了 30%， 你总盼着涨回去再卖，结果越套越深，涨了 10% 就慌忙脱手，错过后面的大行情。第三是跟风从众，别人买啥我买啥。2007年大家都买房地产基金，2015年都追创业板，最后都成了接盘侠。那么我们如何对抗这些人性弱点呢？首先，少看盘，每天看盘会放大情绪，建议每月看1次就够了。然后，比如跌 15% 就卖，涨 50% 就卖一半，用规则代替情绪决策。最简单的是定投指数基金，不管涨跌，每月固定买，自动做到跌时多买，涨时少买，还能避免择时的冲动。近几年流行的贝塔策略，号称能打败市场，通过买低波动、高股息等因子股票，获取超额收益。但真相是，首先它本质是因子倾斜，比如低波动策略，只买波动小的股票，长期收益可能和大盘差不多，但波动小，这并不是打败市场，而是换了种风险，换取收益。然后过去有效不代表未来有效，
2000年到2010年，但2010年到2020年就跑输大盘。原因是太多人跟风买，推高了股价，反而赚不到钱，最后不如指数基金简单。聪明的贝塔基金费用比普通指数基金高，操作复杂，对普通人来说，简单比聪明更重要。这些新投资技术的核心，不是让你打败市场，而是让你理解市场规律，少犯错。比如分散投资能降低风险，行为金融学能帮你管住手，指数基金能避开专业人士的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最实用的实战指南，如何根据年龄调整资产配置，如何利用退休金账户避税，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指数基金。掌握这些，你就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财富稳步增长。你可能会问，道理我都懂，但具体该怎么做？马尔基尔给出了一套傻瓜式操作指南，不需要懂金融术语，不需要盯盘，只要按步骤执行，就能让财富稳步增长。核心逻辑是，先打好基础，用储蓄来保障，再利用工具，考虑避税和指数基金，最后按年龄调整策略。第一步，储蓄。时间是你最有力的武器，尽早开始，哪怕每月只存500元。马尔基尔反复强调，投资中最可怕的不是风险，而是拖延。假设你25岁开始，每月存1000元，到60岁能攒下近200万。如果35岁才开始，同样的钱只能攒下80万，就是因为少了10年的复利魔法。复利的本质是利滚利，今年的收益会变成明年的本金，就像滚雪球，开始时很小，但越滚越大。爱因斯坦说，这是世界第8大奇迹。对普通人来说，它是最公平的财富工具，不需要本金多，只要时间够长。而是发工资后，先把 10% 到 20% 存起来，比如通过工资自动转账到投资账户，这招能帮你避开不知不觉花光钱的陷阱。比如月薪1万，先存2000元到指数基金，刚开始可能觉得紧，但3个月后你就会适应。人的消费弹性很大，少喝几杯奶茶，少买一件非必需品就够了。第二步，建安全垫，现金储备加保险，避免一夜翻平。现金储备要留3到6个月的生活费应急，这笔钱不能用来投资，用来应付失业、生病等突发情况。推荐存在货币市场基金，比如余额宝类的产品，收益不高但安全灵活。为什么不能少留呢？如果突然失业又没有现金，你可能被迫在股市低位卖掉基金，亏着钱应急，这是投资的致命伤。保险只买保风险的，别买兼理财的。必备险种有重疾险，万一得大病能覆盖医疗费，避免卖资产。定期寿险家庭支柱必备，万一出事家人能拿到一笔钱维持生活。医疗险加意外险补充社保报销不了的部分，保费便宜，1年几百元。特别提醒一下，别碰的坑，那些又能保病又能理财的分红险、万能险，实则保费高，保障低，保险公司要抽走管理费用金，最后收益可能还不如银行存款。马尔基尔说，保险的核心是转移风险，不是赚钱，别搞混了。第三步，避税，让政府帮你多存钱。税收是财富的隐形杀手，比如你买基金赚了1万元，要交 20% 的资本利得税，实际到手8000元。但如果用税收优惠账户，这笔钱能即时复利增值，长期下来可能差几十万。一是利用延迟缴税的退休账户，作者提到的是美国的 401k 计划，类似国内的企业年金或个人养老金账户。公司发工资时先扣一部分钱进这个账户，不用交个税，直到退休取出来才交。很多公司会匹配缴费，你存 3%， 公司补 3%，
相当于白送钱。二是个人退休金账户，每年能存一定金额，存的钱能抵税，退休后取钱时再缴税。这些账户的核心是让钱在免税环境里多滚几年，比如同样投10万，年化 7%， 免税的话20年后变40万，缴税的话可能只剩30万，差的10万就是因为税收啃掉了部分复利。3是长期持有少交易，减少短期收益税。频繁买卖股票基金赚的钱会被算作短期收益，税率可能高达 30%， 但持有超过1年算长期收益，税率可能低至 20%。 比如你买基金赚了5万，持有6个月卖出要交 30% 的税，就是15000元，持有2年卖出可能只交 15%， 多拿7500元，就是因为你少动了动手指。第4步，资产配置，按年龄搭积木，不同年龄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20多岁能承受股市暴跌，因为有几十年的时间回本。60多岁快退休就不能冒大风险。马尔基尔的生命周期配置法就是让资产像积木一样，30到40岁为进攻型，以股票为主，不怕波动，配置是 70% 到 80% 的股票，比如沪深300、通证500指数基金， 20% 到 30% 的债券，比如国债、高等级企业债。这里的逻辑是这个阶段收入在涨，哪怕股市跌 50%， 只要不卖，长期10年以上，大概率能涨回来，还能赚得更多。50到60岁为平衡型，股票减半，债券加码，配置是 50% 股票， 40% 债券， 10% 现金。这个阶段的逻辑是，离退休只剩10年，不能再承受跌 50% 的冲击，债券能提供稳定收益，现金能应对短期用钱需求。60岁以上为防守型，保住本金稳健为主，配置是 20% 到 30% 的股票，主要是高股息的蓝筹股， 60% 到 70% 的债券， 10% 的现金和黄金。这个阶段的逻辑是，退休后靠投资收益生活，重点是不亏本，股票用来对抗通胀，债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第5步，选工具，指数基金是最佳拍档，普通人不用选个股，买指数基金就够了。它追踪大盘，比如沪深300，持有一篮子股票，费用低，管理费 0.1% 到 0.5%， 长期能跑赢 80% 的主动基金。怎么挑呢？指数基金看3点：一要费用低，管理费加托管费越低越好，比如低于 0.5%， 每年少花 1%， 30年收益能差出1倍。2要跟踪误差小，基金净值和指数涨跌幅越接近越好，比如误差小于 0.3%， 说明基金经理没有乱操作。3要规模大，至少2亿以上，规模太小可能清盘。懒人的最佳策略是定投，每月固定一天买固定金额，比如1000元，不管涨跌，跌时能多买份额，涨时少买。比如某指数基金，1月10元时买1000元100份，2月跌到5元时买1000元200份，平均成本是 6.67 元，比一次性买在10元划算得多。这套指南的本质不是教你赚快钱，而是帮你避开 90% 的坑，尽早储蓄，留足应急钱，用好保险避税，按年龄配资产，买指数基金。做到这些，你就已经超过了 80% 的投资者。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股市里最厉害的武功，不是精准预测、频繁操作，而是少犯错。马尔基尔用40年市场观察证明，投资的核心不是战胜市场规律，不被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带偏。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守住一些简单的原则，
避免掉进必输的陷阱，是承认自己的局限。市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哪怕是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怕是最牛的基金经理，也躲不过周期的轮回。承认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能例外，结果在追涨杀跌中耗尽本金。就像开车新手总想着超所有车，投资也是如此，找住本金才能等到复利的奇迹。然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犯错的具体原则。B1，不碰自己不懂的东西。加密货币复杂了衍生品，海外小众市场，这些东西看起来收益高，就像闭着眼睛过马路。马尔基尔说，如果一个投资品需要1页纸以上的解释，就别碰。不追求完美操作，没人能买在最低点。接受模糊的正确比追求精确的错误更重要。比如你想买某只指数基金，不必等绝对低点，现在就开始定投，长期收益不会差太多。如果已经买高了，别割肉，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优质资产迟早会回归价值。B3，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是唯一免费的午餐。比如用 50% 指数基金加 20% 现金的组合，熊市时债券和现金能缓冲下跌，牛市时股票能带动收益。记住，不要因为某类资产短期表现好就梭哈，就像不要因为夏天热就只穿短袖，冬天总会来。B4，不忽视微小的成本，手续费、管理费，这些小钱长期看是大钱。比如2只基金年化收益都是 10%， 一只费率 1%， 一只费率 0.1%， 30年后10万元会差出70万。所以选基金先看费率，能省则省。投资到最后拼的是生活态度。马尔基尔在书的结尾说，投资不是为了成为百万富翁，真正的投资大师不是那些天天盯盘的人，而是能把投资融入生活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仓，比如市场跌了 30% 以上，什么时候该什么都不做，比如市场波动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投资状态就是买了指数基金，设置好定投，然后该功夫工作，该陪家人，偶尔看看账户确认没亏。太多年后，突然发现钱已经悄悄攒够了。股市就像一片森林，有人总想找到最高的树，结果迷了路；有人只安心种好自己的树，反而收获了一片林。投资的本质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确定自己能承受的风险，确定不被短期波动干扰的定力。做到这些，你就会明白，所谓财务自由不过是不犯错的副产品。当你不再执着于打败市场，反而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